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追风者，3个奸细露出水面，最蛇蝎心肠的人就藏在魏若来身旁。这部剧犹如一位神奇的魔术师，将谍战与商战2大元素巧妙融合，再搭配上王一博、李沁2位演技派的火力全开。简直就是一场视觉与思维的顶级盛宴，保准你们看过之后直呼过瘾，一集接一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先来说说这部剧的灵魂人物魏若来，由王一博倾情塑造的这位草根英雄，出场即自带光环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他身上没有任何所谓的精英标签，无背景，无人脉，无高学历，却拥有一颗对金融事业炽热如火的心，以及令人惊叹的工作能力。魏若来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毅力，硬生生赢得了央行高级顾问沈图南的青睐。然而，命运有时候就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总爱开些让人措手不及的玩笑。就在魏若来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通过央行严苛的考核，即将触碰到梦想的那一刻，却被家世背景这块石头绊了个大跟头，未能被正式录用。换成别人，或许早就心灰意冷，但魏若来偏不信这个邪。他另辟蹊径，用一种连沈图南都无法抗拒的方式，成功敲开了央行的大门，还成了沈图南的左膀右臂，从此踏上了一段璀璨夺目的职业逆袭征程。接下来，我们把目光转向剧中的另一对焦点人物沈氏兄妹。沈图南和沈近真这对亲兄妹，虽然流淌着同样的血液，但在商场与谍战的双线战场上，他们却各自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。沈近真就是李沁倾心塑造的那位神秘女子，她是我方秘密派遣至沈图南身边的卧底，潜心研究商业规则，静待时机为我方提供关键情报。而魏若来的哥哥魏若川，同样是我方的卧底战士，遗憾的是，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幸牺牲。临终前将一件关乎全局的重要信物交给了魏若来，希望他能继承遗志，继续前行。然而，魏若来对此全然不知。他的身边至少潜藏着3个狡猾的奸细，其中最为狡诈的那个，就藏匿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，随时准备对他发起致命一击。提及奸细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新书店的老板李胜达。别看他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，仿佛与世无争的书卷气，实则早已是敌方阵营的暗影。李胜达精心编织了一张陷阱之网，诱使魏若川步步深陷。尽管魏若川察觉到了危险，试图逃离，但终究敌众我寡，身负重伤。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回到魏若来身边，将重任交付于他，自己则英勇殉职。李胜达得知信物落入魏若来之手后，贪婪的欲望驱使他步步紧逼，意图夺回。然而，他的贪心却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种，因私吞金条，导致他在逃亡路上被我方卧底击毙，金条也安然归我。除了已暴露的李胜达，剧中还有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角色，沈图南的秘书黄某。自魏若来成为沈图南助理的那一刻起，黄秘书就开始各种挑刺找茬，明摆着就是想把他逼走。然而，沈图南并非一语之辈，他力排众议，坚决任用魏若来，并指定黄秘书做他的导师。谁知黄秘书表面恭敬服从，内心却对魏若来充满嫉妒，还故意制造障碍，让他频繁缺课，试图让他考试不及格被辞退。幸亏沈图南慧眼识破，挫败了黄秘书的诡计。原来黄秘书的真实身份是其他银行安插在沈图南身边的内鬼，专司监控央行动态，尤其是沈图南的并购动作。于叔能精准掌握沈图南的行踪，很大概率就是黄秘书在背后通风报信。最后，我们把视线转向魏若来身边另一位不可或缺的角色
房东周怡。周怡刚一登场，就展现出对股市的疯狂痴迷，拉上魏若来一同投资，结果遭遇黑手操纵，亏损后不仅责备魏若来，甚至一度禁止他回家。然而，当魏若来进入央行工作后，周怡的态度瞬间大变，变得异常热情，还不忘提醒魏若来日后发达莫忘救人。这种市侩做派，再结合他对魏若来态度的急剧转变，不禁让人对他的真实动机产生疑虑。尤其是当沈图南来访，爷叔身份揭晓时，周怡竟然轻易相信卖洗头膏的骗子，这种荒谬说法足见其城府之深。像周怡这种视金钱如命之人，关键时刻背叛魏若来并非毫无可能。总而言之，《追风者》这部剧堪称悬念爆棚，剧情紧凑如鼓点，角色性格鲜明如画卷，尤其是王一博与李沁的炸裂演技，更是让人拍案叫绝。剧中，魏若来在追逐央行梦想的征途上，不仅要面对职场的种种挑战，还要与身边那些狡猾奸细展开智慧与勇气的较量。无论是贪婪狡猾的日新书店老板李胜达，还是口蜜腹剑的秘书黄某，亦或是市侩深沉的房东周怡，他们的存在无疑为剧情注入了无尽的紧张与刺激。而追风者正是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精妙绝伦的剧情设计，不仅让我们深度领略了金融领域的波澜壮阔，更深刻揭示了人性在利益与忠诚面前的矛盾与挣扎。总而言之，这部剧绝对值得你投入时间与情感去追，每一个剧情转折都可能让你惊呼“哇原来如此”。所以，屏幕前的你还等什么呢？赶快加入追剧大军，一起沉浸在追风者带来的烧脑与震撼之中吧！